防晒衣穿搭宝典，瑜伽裤里面到底要怎么穿？180公分超模身材，当我没说。现在人不知道医之美是什么吗？屁股上怎么全部都是汗？这副墨镜，我就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迟早2种款式你都会买的，难怪它会卖断货啦。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前几天呢，我在限动问大家一个问题：夏天最难搭又少不了的衣服是什么？结果大家答案都高度统一，防晒衣。确实，像防晒衣、机能外套、运动外套这一类衣服呢，真的有一点点不好搭配，一不小心呢，看起来就有点土土的。明明是日常穿着，看起来却像个户外战士，又或者呢，一整身松松垮垮的，只有防晒，毫无造型。所以今天我就带来了我的防晒衣衣柜，整理了3条防晒衣穿搭法则，用我今年最常穿的这一些防晒衣呢，搭出既好看又防晒又凉感的造型们，堪称防晒衣穿搭宝典。这些造型呢，不管你是去户外玩耍，还是 city walk， 还是日常穿着，都非常的合适。那我们马上开始吧。这集展示的造型单品呢，连结我都放在下方的资讯栏，还有我的官网折扣码资讯呢，我也会不定期的更新在里面。如果你刚好需要，记得点开下方资讯栏的更多来查看详情。防晒衣穿搭宝典的第1条就是善用对比，这里的对比就包含了很多，比如说是上长下短、上短下长，或者上宽下窄、上窄下宽，或者一些材料的对比，还有颜色的对比都算。这个穿搭法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普适又实用的穿搭法则，不但是可以用在防晒衣的穿搭上面，平时我们在穿搭其他的衣服的时候，也可以来参考。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上短下长或者上窄下宽，因为我的个子呢不算非常的高挑，我是161公分，然后我的身材呢是那种非常典型的梨形身材，所以我刚刚说的这2个法则呢，上短下长跟上窄下宽呢，可以更好的匹配我的身材，让我的身材更加的扬长避短。像有些长版的防晒外套真的非常的好看，可是像我这样的个子，如果在穿着这样长版的防晒外套的时候呢，在防晒这件事情上就要牺牲一下腿部。为什么呢？因为太长的这种外套，像我这个身高穿起来就会有一点点压个子，所以我通常在穿着的时候，我的腿都是露出来的，比如说下面搭短裤，或者里面直接穿裙子。所以这样子长版的防晒外套呢，我通常是在一些特殊的场景才会去穿着，比如说我是去游泳，里面是穿游泳衣的时候，我才会外面套这样的长版的防晒外套，又或者我是去海边玩的时候。那我常穿的防晒外套呢，通常都是类似于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短短的，在视觉上呢，它会拉长你的腿部的比例，看起来腿就会更修长一点点。像我身上这一件，还有我手里的这3件，都是我今年非常常穿着的防晒外套，可以看出来它们都是这样子短短的版型，都不是长款的。先来说说我身上的这一件好了，这一件防晒外套呢，应该算是我这几件防晒外套里面穿搭率最高的一件了。因为下摆这边它是打开的，肩膀这边呢又去做了一个这种垂垂的设计来修饰肩膀这边的线条，整体是穿起来比较宽松，它对身材是没有什么样的要求的，是一个斗篷的感觉。然后从侧面其实就很明显，它是一个前短然后后长的一个这样子的设计，所以呢从视觉上可以把整个腰线都提高，除了可以让我们的腿看起来更长之外，这样子比较宽松的设计也会弱化我们的腰部的这个曲线，所以如果你是那种腰部有些肉肉的女生，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些这样子类似的设计。而且这件衣服呢，我非常喜欢的点是它可以整一个这样子拉起来，一路遮到眼睛这边，尤其是太阳很大的时候，别人都在那里手忙脚乱的找什么帽子啊、阳伞啊、冰袖啊、防晒面罩啊，你不用，你直接把它拉起来，自信走在阳光下。我最近因为要做这个选题呢，走在路上呢就刻意留意了一下大家穿防晒衣的习惯，我发现很多人都跟我一样，走在太阳下的时候啊，就很习惯会把帽子戴起来。但是我发现很多人的防晒衣的帽子它是没有帽檐的，就是一个正常的这样子的帽子。那种帽子呢，说实话，当太阳当头照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保护好你的脸，因为其实你的脸是这样子的一个立体嘛，所以整个太阳打过来的时候呢，鼻子这些比较凸出来的地方还是会露在外面，很容易晒到。但是呢，我身上的这一件的帽子，还有这一件白色的，还有这一件黑色的，就这几件我常穿的有帽子的防晒衣呢，它们的帽檐都做得非常的宽，戴上之后呢，我整一颗头，然后我的脸还有脖子都可以保护得非常的好。这几件衣服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就是它们穿起来非常的凉快。UPF 呢做到了100+，100+真的是一个蛮惊人的数值，因为通常我们在买防晒衣的时候，比较高阶的防晒衣都是做到50+。给大家小小科普一下 ，UPF 这个数值呢越高，就代表这件衣服的防晒效果越好。举个例子好了，当你什么都不穿，站在太阳
阳下的时候，1分钟你的皮肤就晒红了。当你穿着 UPF30的衣服站在太阳下的时候，你的皮肤要晒30分钟才会泛红。给大家一个小测试，当你如果穿上 UPF100的衣服的时候，多少时间你的皮肤才会泛红呢？1个小时40分钟，也就是100分钟。好，答对。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 ，UPF 后面这个数值呢，它代表的就是一种倍数，因为每一个人他泛红的时间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可能是1分钟，你可能是10分钟，所以大家就可以计算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数值会给我们带来的效果。因为这件衣服的设计可以让整一个脸都这样子遮起来嘛，所以有些时候，比如说我是去接小孩，或者我只是快闪要出去一下买个什么东西，完全都没有整理自己的时候，我就会直接把这个拉链就直接拉到我的眼睛这边，就既防晒又遮羞。这套衣服呢，我比较常穿的搭配呢是这样子，里面搭配 T 恤，下面搭配高腰的瑜伽喇叭裤，外面呢再罩上这一件短斗篷式的防晒衣。这套 look 就是非常标准的上长下短的搭配。很多人觉得夏天再多穿一件防晒外套会很热，但刚刚有和大家说嘛，我这几件防晒外套呢都是凉感的，尤其我是妈妈，夏天我也没有办法常常躲在家里面，我还是要带着小朋友出去玩，去耗费他们的电力。所以呢，衣服除了防晒之外，有凉感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陈老师之前呢就是属于那种头非常铁的人，他夏天再怎么晒都不愿意穿外套，因为他觉得这样子穿起来会非常的闷热。但是在好多年前，我给他买了第一件 Bini Under 的防晒外套之后呢，他就开始懂我说的穿了比不穿还凉快是什么感觉。而且因为之前和大家说过嘛，我每年都会买一些防晒外套，这几年呢我也一直看到这些防晒外套的材料在更新换代。比起最初期的那些防晒外套，现在这些防晒外套我真的觉得他们已经非常高级了。像我今年常穿的这几件，全部都是又防晒又凉感，然后又速干，哪怕身上有一点汗，风吹一吹它马上就干掉了。我常常坐在我们家车上的时候，都会偷偷把我前面那个冷气口的先关掉，因为我觉得穿这样凉感的衣服，冷气吹在身上真的超级冷。特别想说一下，这件 T 恤它也是带防晒的，我夏天穿搭率真的超级高。我有一件黑色的，有一件白色的，因为它也是做成凉感的，所以穿在身上完全不会闷热。夏天呢，如果你想要防晒做得好，有一个小 tips 就是你最好从里到外每一层都是有防晒功能的，这样你不管到哪里热了还是不热的，不管怎么脱，都至少有一层在保护你。其实我之前有买过很多这样子短款的 T 恤，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短短的 T 恤看起来腿会长一点。但我之前买的呢都是那种棉质的，棉质的 T 恤会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它虽然也是很舒服，可是当我一出汗的时候，就会看起来有点尴尬。比如说腋下，比如说 bra 下面这一圈啊，它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汗渍在上面。但是这一件我很喜欢的，今年常穿的这件 T 恤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下面这个瑜伽喇叭裤呢也是防晒材质，所以出门的话腿上也一样有保护到。重点它也是自带凉感，出汗一样会马上干掉。腰这边呢，我是直接把它这样翻下来，可以看到很多超模都这样穿。虽然我们没有超模的身材，但是穿搭思路还是可以借鉴一下的。这一整套 look， 像我偶尔出门喝一个咖啡啊，去超市买个东西啊，陪狗狗散散步啊，一整套套起来就出门了。哦，对了，前一阵子不是和大家分享我7天运动吗？就有观众给我留言说，瑜伽裤里面到底要怎么穿，看起来才不会有内裤的痕迹。其实我在里面穿的呢，就是和这一条裤子一起买的 Bini Under 他们家的无痕内裤。这个内裤呢，捏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然后很透气，也不会闷汗。在我买这样子的无痕内裤之前，我是穿普通的内裤来搭瑜伽裤，就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内裤的一个形状，就不是太美观。虽然我觉得穿内裤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一开始想过说直接不要穿内裤就好了，直接套上。但我后来发现，这样子的无痕内裤，它会把我们的身体包裹得更好，然后让整个身体的形状也更漂亮。但如果刚好太阳不是很大，你想要增加一点点的露肤度的话，就可以把下面的这条瑜伽裤换成短裙，这样呢视觉上就会造成一种上长下短，风格就会马上不一样，看起来也会更活泼一点。我下面搭配的这一条裙子呢，它其实不是真的裙子，它是裙裤，它其实是涉水服来着，所以它可以下水啊。对啊，它里面呢其实就是做成像泳装的那种感觉，整一个你的身体是会包裹得非常非常紧的，而且它整一个面料呢是那种速干的。我有试过，你碰到水之后，走到外面风吹一吹，它整一个就会干掉。所以如果你刚好要去水边玩耍，有些时候浪打上来，我们普通的衣服就是要等很久才会干，但是这一条涉水服呢，就基本上如果你不小心沾湿了，你也不用把衣服换来换去，就非常的方便。那如果大家想要整一个穿着是更运动一点的感觉呢，就可以把刚刚我说的上面的这一件 T 恤换成运动背心。我在运动的时候呢，也常常这样子穿。接下来的这2条防晒衣呢，就是比较修身的感觉，非常的显身材。一件是连帽的，然后一件是这样子立领的，版型上看起来非常的类似，只是下摆上面会有一点点的不同。然后材质上也是，一件会稍微厚实一点点，然后一件呢，它是那种非常凉感轻薄的。我穿起来给大家说好了，我先穿这一件呢是连帽的。我一开始在买这2件修身外套的时
时候，其实陷入了一个纠结，就是我到底要买立领的还是连帽的，因为他们看起来都好好看。但是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就是2件我都买了。我是先买了立领的，然后又买了连帽的。如果你一定要问我这样子款式的心得的话，我的心得就是，如果你喜欢这样子修身的感觉，迟早2种款式你都会买的。那连帽的款式呢，就更加好遮挡一下背部的一些肉，然后立领的款式呢，看起来人就会更加挺拔精神一点。反正就是2款都很好看啦。如果你希望上身的包裹感更加的强烈一点点呢，就可以像我一样买小1号。像这样子修身款的防晒衣呢，就很明显的我们要运用的法则是什么？上窄下宽。对，你看它上面就是窄窄的，下面就是配宽宽的，才会更好看一些。当然，如果你身材是那种180公分超模身材，当我没说，和我刚刚说那件立领的比起来，它有一个设计上的小小的不同，就是它在身体的这个部分呢，都有装了一些像鱼骨一样的这样子的设计，但它不是真的鱼骨啊，它摸起来还是那种非常柔软的那种感觉。可是呢，你在穿着的时候，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你的整一个腰部，然后整个背部，整一个腹部，都像有一个人在盯着你说，你胸收腹，保持你的站姿。反正我个人的感受呢，就是这件衣服我穿着的时候呢，我就会更加的注意我自己的仪态，穿着的时候呢，会比我不穿的时候要再好看30%。虽然是这样子有鱼骨有压力的那种设计，但是呢，它的弹性又非常好。大家看哦，我在做上身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下摆这边几乎是没有在动的。有一些衣服像这样短短的收腰有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体验？就你整个手伸起来之后，你整个衣服就直接缩上来，但这件衣服它就不会。所以你在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呢，不论是去做一些 gym 也好，或者你是去打球这一类动作比较大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它都非常的适合。这一件衣服因为它全身都是黑色的嘛，所以它帽檐这边呢也是做了这样子冰凉的他们家非常标志的黑胶的设计，就他们坐在阳伞上的那个设计。所以你把这个帽子戴起来之后呢，一样是你整一颗头、你的脸，然后你的脖子都被保护得非常的好。我通常的搭配呢，就是在下面一样搭配刚刚的那个瑜伽喇叭裤。我觉得这一身就是既时髦又实用，可以穿去运动，也可以去 brunch 逛街，都非常的合适。如果你觉得像这样一整身太黑了，穿起来像是一枝梅的感觉，一枝梅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怪侠一枝梅，就是晚上要出去偷东西的那种感觉呢。你就像我一样，里面搭一个浅色的内搭，就会让你整个造型看起来更加有亮点一些些。现在人不知道一枝梅是什么吗？不可能吧？这是经典吗？立领的这一件呢，我穿起来是不是整个人挺拔到飞起耶？其实它在下面搭配喇叭裤一样是非常好看的，但是我想要给大家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参考，所以我下面呢搭的是2杆的宽裤。像这一类上半身比较修身的上衣呢，下半身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只要是宽的搭在下面，我觉得基本上不会出错。像这样子的运动的宽裤，或者甚至混搭上牛仔裤一样非常的好看。有非常多的女生工作，因为是需要久坐，或者是已经做妈妈了，我们的下半身呢会比较需要修饰一些，所以呢这个上窄下宽的搭配法则就非常的适合大家。这件宽裤我真的要说一下，是我所有宽裤里面最凉的，行动冷气的程度。夏天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你坐着工作的时候，你不站起来还没有那个感觉，你一站起来就会觉得说我屁股上怎么全部都是汗，肉多的那个地方就会觉得很黏。但是这件裤子它不会，因为它整一个材质和设计呢，就是那种速干又吸汗，所以你一站起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屁股后面有一股凉风吹过来，整个裤子它就不会粘在腿上。而且呢，它一样是带了 UPF50+ 的防晒，出门穿在身上的腿上一样是顾得好好的。这件裤子呢，它整体版型也会比较修饰腿型，不会显小肚子，对各种身材都非常的友好。刚刚讲的这些对比呢，都是上窄下宽的一个穿着。如果你的腿部是那种很修长的，是你身材的长板，那就记得要把它露出来，会更漂亮。如果刚好你是这种身材，又很喜欢那种宽松风的话，可以试试看那种上宽下窄的风格。这种风格真的就是又时髦又有功能性，而且可以显得你没有经过修饰的时候身材就非常的好。我个人有一个小心得，就是可以去男装区晃一晃，选那种最小号的男装的外套，穿在身上呢就会有一种 oversize 的感觉。不过我刚刚这里说的上宽下窄，这个宽呢是有限度的宽，不是无限度的宽。有些女生可能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点肉肉的，有点不自信，就希望自己的衣服可以穿得很宽。但其实呢，这种过度的宽，它不会让你看起来更加的松弛，只是会让你看起来更加的松垮。所以呢，大家平时有空的话，就可以站在镜子前面多多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利用搭配来扬长避短。那我刚刚分享的这几个外套呢，其实在选颜色上都还蛮克制的，要么是黑色，要么是卡其色。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第2个穿搭宝典，善用自然系的颜色。现在呢，得益于这个材料的发展，其实大家可以选择的防晒衣非常非常多，但是有些防晒衣呢，穿在身上就会觉得土土的，因为呢，版型还有颜色的选择差一点，就真的差非常非常多。我个人比较喜欢选择的颜色呢，就是这样子的中性色，
或者大地色，比如说永远流行的黑白灰，或者是卡其色，或者是海军蓝，包含一些比较清爽的浅色系。这些颜色呢都是既百搭又有质感。像刚刚我开场的时候穿的那件卡其色的上衣，然后搭上我这个卡其色的裙子，分享呢，我就换了一件上衣。其实这样子搭起来，你们也不会觉得很突兀，对不对？里面是白色，外套是黑色，然后下面是卡其色。其实我身上已经出现了3种颜色，照理来讲，这颜色已经非常非常多了。但是呢，因为它们都是黑白灰或者卡其色这样子比较自然系的颜色，所以全部搭在我身上呢，你也不会觉得非常的突兀。搭配上呢，如果大家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风格的话，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同色系的穿搭，比如说上衣和裤子是同一个颜色，或者呢使用邻近的颜色去穿搭，比如说浅灰色搭上一个浅灰白色系，就是你去看它那个颜色是非常接近的，这样呢一整个 look 搭起来呢，会比硬碰硬的对比色来讲更不容易出错。像我刚刚穿的第一身 look， 我不穿防晒外套的时候，我会搭一个帽子，这样呢一整身 look 都是全身都是黑的，连脸也是遮得严严实实的。你是买咖啡的即视的。有些时候我突然要跑出去有个什么事情，来不及涂防晒，我就会戴这一顶帽子。这顶帽子呢，大家有看到它的帽檐做得非常非常宽，比一般的棒球帽什么都要来得宽非常非常多。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大太阳，你脸躲在里面都是觉得暗暗的、凉凉的。我有一天戴着这个帽子在外面走的时候，就觉得说，哦，我好像有一个行动的凉亭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这个帽檐这边它是可以自由折叠的，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还有脸型去折成你想要折的样子。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和我一样，我在夏天戴帽子的时候，额头这边出汗一点点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很痒，但我戴这顶帽子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因为它在里面额头的这个位置，它有一个这样子摸起来凉凉的，然后又有弹性软软的这么一根带子，它是刚好是贴在你额头这个地方，所以你在戴它的时候呢，你额头这边一有汗就会被吸掉，而且整个都是很柔软的那种感觉。再来，它整个材质摸起来是那种很光滑的，所以我常常戴这个帽子的时候呢，我拿下来发现这边的粉底也不容易被蹭掉，可以说是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了。再来，它整个外面呢是有一点那种防泼水的感觉，最近不是常常午后雷阵雨嘛，有一点小雨带着它的话，它沾到水之后也是这样抖一抖就干掉了。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那种亮色系、非常亮眼的粉色啊、荧光黄啊、荧光绿啊这一类颜色，不是说不能尝试，只是说一整身有一个地方是这个颜色就可以了，其他地方呢就用一些比较简约的颜色还有单品来衬托它，千万不要浑身上下全部都是这种非常五颜六色的，看起来像个圣诞树。全身上下的颜色加起来不超过3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适、非常实用，可以用在任何搭配场合的一个法则。那当然了，在搭配防晒衣的时候也一样合适啦。很多人在买这一类防晒机能外套的时候，都会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你穿起来的时候，好像真的看起来像要去运动，明明是要去上班，可是你穿起来呢，一整身运动风，看起来呢画风就有点走中。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分享第3个防晒服穿搭的小法则：善用小配件。这里呢，就不得不拿出我的这一条小斗篷啦，这条我刚刚在拍摄前还去看了一下，它已经断货了，所以有可能这条影片上片的时候你们已经买不到它了。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它，所以我还是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一件小斗篷就穿起来呢，就比刚刚那几件防晒外套来的灵活太多了，因为它甚至不能称得上是一件衣服啦，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袖子的感觉，所以你里面不管穿什么衣服，都可以把这一件小斗篷当成一个小配件罩一下，然后你到了办公室之后呢，把它脱掉就可以了，一整身就会还原你很正常的一个穿搭。它一样是有戴帽子的设计，所以你不要看它真的这么小，可是就这样小小的一件，就把防晒帽、冰袖、阳伞、防晒外套这些功能全部都集合在它身上了啊！难怪它会卖断货啦。这个小斗篷就藏在包里面，就基本上是属于不用动脑就可以随手搭上的一个防晒小物了。我平时出门的时候呢，就是直接把它这样子卷一卷，就把它卷成很小一球，然后就塞在我的包里面，以防不时之需。需要防晒的时候呢，就直接把它拿出来披上。这样呢，日常出门呢，我身上就会多一道防护，而且它什么造型都可以搭。像我身上这一身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日常的一个搭配了。像正常的 City Life， 或者是你日常出街，或者你甚至没有 dress code 的工作场合，一样都可以穿搭。我上面呢是搭配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bra top。我夏天的时候非常喜欢穿 bra top， 因为比起正常的一件 bra 加上一件 T 恤来讲呢，我觉得这样子 bra top 感受上好像我少穿了至少半件衣服吧。然后呢，这个长度比起那种运动背心来讲，也会更加的日常一些些。它的版型其实我觉得做的也蛮好的，就是你从侧面看的话，这边的腰线修的也很好，看起来整个人是修长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很多 bra top 穿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有那种空杯的问题。
不过那个应该不是衣服的问题，那是我的问题。就胸大的女生可能就不觉得有这个问题，不过胸大的女生可能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比较丰满一点的女生呢，可能会觉得包裹性不是很好，就可能动一动，尤其是下缘这边比较容易被卡住。但是这件呢，它就不会，它不但包裹性好，而且透气性非常好。透气性好，我觉得女生10个女生跟她说，10个女生都能懂这件事情，因为真的太重要了。夏天2个棉片包在自己的胸上，如果它透气性不好，真的很难受，一脱下来这边都要长热疹的那种感觉。对了，我还有很喜欢的一点，就是这一件 bra top， 它的那个胸垫是踩死在上面的，洗的时候那个胸垫不会飞出来。我非常非常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洗完衣服再叠衣服的时候还要重新去塞那个胸垫。然后下面呢，我搭配的是一条这样子的防晒凉感又速干的防泼水的裙子。这件裙子的设计呢，它是 A 字型的设计，梨形身材的女生，我推荐大家在选裙子的时候，大家就去选这样子 A 字型的设计，因为 A 字型的设计就最适合我们这样子的身材，既可以束出腰线，然后也可以在视觉上拉长我们腿部的比例，而且还可以修饰掉我们胖胖的臀部还有腿部。然后因为它的材质是防泼水的嘛，你出门的时候如果不小心遇到一点小雨啊，或者可能饮料啊什么洒在身上，我可以直接倒给大家看嘛。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我这种喝水漏嘴巴的人，就我常常这样喝的时候，可能就啪漏在这边，啪漏在这边，完全摸不到。之前第一次水倒在上面的时候，我整个就吓到，我想说它也太防泼水了吧。像我这样的漏嘴巴，咖啡啊果汁啊，你倒上去它不用担心这个裙子就毁了，因为它马上擦干，一点痕迹都不会留。这一身造型呢，再配上一顶这样子的小草帽，是不是马上的 chill 的感觉就来了？这顶草帽呢，它是拉菲草编的。我其实有非常多这样子的草帽，我很爱买草帽，但是呢，我大部分这样子的草帽，在我要出国或者出差的时候非常的麻烦，因为那样的草帽呢，通常是做的硬硬的，常常会有一个形状，然后很容易压到。不过呢，这一顶它就是整一顶可以这样子卷起来，非常的柔软，我就可以这样子放在包包或者放在箱子里面，非常的方便。大家在戴这一类草帽的时候，有没有感受过，就是你明明戴一顶草帽，可是阳光会透着那个草帽中间的那个缝缝，会洒在你脸上。虽然看起来照片上感觉蛮美的，但是防晒的性能上你会觉得有一点点担心，因为毕竟阳光都直接射进来了，那它能给你防多少的晒呢？但是这一顶就不一样，这一顶它的整一个拉菲草的编织做得非常的密，你戴在脸上，阳光是几乎不会透过来的。这身装扮呢，再配上一副墨镜，你不是法式女生，谁是法式女生？这副墨镜，我就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是我最近非常喜欢、非常心水的一副。今年真的复古风狂吹，这很难想象到为什么在2025年的今天突然开始流行这样子的鹅卵石形状的圆圆的这样子的墨镜，非常多的品牌都有出这样子的墨镜。为什么这一副眼镜可以拿上今天的影片，顺便和大家说一说呢？就是因为它也是折叠的。就它折完之后超级小，然后它的那个收纳袋我没有带在身边，等一下拍影片给大家看。折完之后小小的一袋，我就可以放在包里面，然后你需要防晒跟需要凹造型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戴起来，就是很完美。好看到我根本不想要拿下来，我现在就想要从现在开始到结束，我就一直戴着墨镜，这样会不会有点奇怪？这顶帽子的帽檐呢，它是这样子宽宽的，你在戴墨镜或者你有戴眼镜的话，就比较不容易眼镜的边边会卡到帽檐，会撞到。因为它做的很宽，所以你的脸还有脖子这边一样是会被保护的好好的。再来呢，它是空顶的设计，空顶的设计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你的发型就比较不受限。有些时候我们绑一个高马尾，像我刚刚这种有顶的这种帽子，或者像一般的这种渔夫帽的话，高马尾就会被压到。但是这样子空顶的设计呢，就基本上你什么样的发型它都 OK， 而且头皮也比较不闷。好了，我要把眼镜拿下来。接下来这个造型呢，就属于抛砖引玉了。比起前面的造型来讲，这一套就更加少女感一点点，有一定的露肤度，又不会太过分。如果刚好是你喜欢的人约你去运动，你就这一身穿起来，粉红泡泡都要飞出来了。各位女生真的大胆，就直接这样子穿，绝对不可能让你们去参加母胎单身大作战。总之呢，大家可以拿着自己手里的防晒衣，或者你们刚好要去买防晒衣的话，就多多发挥想象力，然后搭配一些有趣的造型，也欢迎和我分享。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3条防晒衣穿搭宝典了。如果你也是那种既怕热又怕出门晒黑，还怕出门穿得像个职业户外人的女生，我想这一集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小 tips 还有单品，可以帮忙你减少一点点的出门小焦虑。所有今天展示的单品的链接还有折扣码，我都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了。如果你需要的话，记得去看一看。如果你还有别的防晒神器，也欢迎和我分享。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记得分享这一集给你身边那些又爱拍照又怕晒黑的姐妹们。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